完全已经适应了这里生活的野猪要迎来了新的搬迁，而新农庄的建设也在赛迦埋头苦干下顺利有序地进行着。赛迦清理完新地块，在地上插上几根定位用的木棍，再用锄头挖出搭建猪舍位置的面积线。到小溪中搬几块大石头作为住处时，要把猪舍与地面保持着一定的空间，防止蛇虫所带来的困扰。在竹子上用竹棍量出自己所需的长度，接着用中国流传过去的鲁班锯进行对竹子的切割，然后把分段完的竹子一根根放在已经捆绑好的底座上作为猪舍的地板。等放完，再把已经开完槽的竹筒分别插入较为细小的竹子立柱上，如此在不用任何的工具下也有着结实的牢固度。按照一定规律的把竹筒一根根反复的叠加上去，就像拼积木一样，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把立柱多出来的长度用锯子锯掉，很快猪舍就完成了，还差一个棚顶。赛迦来到农庄附近的山上砍伐一些作为铺设屋顶用的棕榈叶，而铺设猪舍屋顶所需的量也是不少的，要尽力的多砍伐一些带回去。当然赛迦在前些天就已经开始提前准备了。把砍伐下来所有的棕榈叶拖回营地后，赛迦开始挖掘要立柱的桩洞，把猪舍和棚子分成2个完全可以分开的建筑。等立好立柱，赛迦用野生的铁丝捆绑棚子的底基，有着专用的操作工具，干起活来也要方便了许多。把整体的结构捆绑完后，开始给棚顶铺设棕榈叶。随着阳光的直射，赛迦也戴上了一顶小蓝帽遮阳。对于这种简单的搭建还是手到擒来的。经过几个小时的劳作，赛迦也完成了今天的工作。时间来到了第2天，今天赛迦要先帮着小辉一起喂完猪，再去建设自己的新庄园，清理掉猪圈中没有被吃完的芭蕉树芯。小慧把制作好的食材投放到猪食槽中，每天看着自己养殖的野猪吃食也是一种享受。等喂完猪，赛迦踏上了去往新农庄的路程。到了之后，赛迦在猪舍的后方清理出一块空地来搭建鸡笼，用撬棍在空地上挖出要立柱的桩洞，旁边就是一条小溪，方便鸭子下水。接着把竹子按照自己所需的长度锯断，在竹筒上提前用刀开凿出预留的孔洞，方便接下来的拼接和绑扎。捆绑好整个鸡笼的框架后，赛迦把竹筒劈砍成2半，铺设在底部的横梁上作为鸡笼的地板。而此次鸡笼的棚顶，赛迦直接用对半开的竹筒进行铺设，一正一反反复叠加式的进行摆放。当然已经提前的把竹筒中的所有竹节都敲掉了。由于没有进行捆绑固定，只靠着竹子自身的重量，这也要比铺设棕榈叶可快多了。完成了棚顶，赛迦把竹筒平铺开来，再用最为传统的十字编制法进行编制，要制作出鸡笼的4面墙。而制作这种墙面其实并不难，但所耗的时间还是挺久的。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奋斗，赛迦也顺利的安装完了所有的墙面，看着也是非常的板正。在最前面的那堵墙上用锯子锯出2个可供鸡鸭进出的小门，最后赛迦又用木材制作了2个精致的小梯子，方便鸡鸭的上下。至此今天的劳作也接近尾声了，明天就能把动物们都迁移下来了。新农庄初步的建设完成，已经把山上的野猪和鸡鸭全部迁移下来。新环境的资源也要比原先的农庄好上一些，小溪中个头肥大的山蟹也能抓来打牙祭。新的一天来临，赛迦已经把山上原农庄上的物品全部的转移到这里，简单用防水布置起来一个临时住的棚子。当然所有的动物也都转移了下来。赛迦系上刀，要到山上寻找一些自己吃的食材。从营地中出来没走多少路，就有着不少竹笋在跟他招手，但对于赛迦来说，这山上的竹笋已经是吃的不要不要了。望着下方流水潺潺的小溪，赛迦有了到溪中寻找食材的想法。当然这里环境要比原先的农庄可好上不少。到了小溪中，赛迦翻着石头寻找着躲在石头底下的蟹老板。像在这种丛林中，野生山蟹的个头普遍都比较大，味道也是鲜得直掉哈喇子。赛迦翻起一块在小水池当中的大石头，徒手在浑浊的水中摸索，终于抓获了第一只个头还算可以的蟹老板。沿着小溪继续的往上游寻找着，低头不停地翻找着石头底下的山蟹。很快赛迦就在石头底下发现了第2只蟹老板，一手抓着一只山蟹，赛迦就不打算再找了，原路返回往营地走。先抓上2只尝尝鲜，打牙祭，把带回来的螃蟹放在铁锅中，到溪边接点纯天然的山泉水，就可以直接放在火上煮了。赛迦也坐了下来休息一会儿，等待食物煮好。这新农庄的环境还是不错的，有条小溪可供鸭子们嬉戏，四面环山，非常的幽静，资源也要比原先农庄好。等吃完东西，赛迦也就开始了今天的劳作，用鲁班锯在木板上切割出自己想要的菱形木材，制作一个方便喂养野猪的猪食槽。接着用野生的钉子把切割出来的木板拼接定起来。这次有了好的材料制作的猪食槽也要美观了不少。当然赛迦把原先在山上围的围栏都拆卸了下来，搬到了这里，毕竟农庄还没盈利，能省则省。等做好猪食槽，赛迦把制作好的东西搬进猪舍中，因为还没来得及围上铁丝网，所以只能把野猪们关在猪舍中，给野猪们先喂上一些玉米粒，看看这猪食槽效果怎么样。几头个子小的小野猪吃起来还是有点吃力的。
既然喂了，赛迦也给鸡鸭们也喂上点食物。接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赛迦先用木板制作了一个楼梯，毕竟猪舍跟地面还有着一定的距离，不方便野猪们的进出。装上梯子后，赛迦用洛阳铲在猪舍正前方的位置挖出一个个要立住的桩洞，给野猪们围上铁丝围栏，可供它们有更大的空间活动。把长竹子锯成一根根相同长度的竹筒作为立柱，接着把锯好的立柱摆放进桩洞中，再用木棍把回填回去的泥土结实的夯实，然后把铁丝网铺开，开始用细铁丝进行绑扎。当然，现在围的铁丝网主要还是让野猪们熟悉一下新环境，等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还是要走出围栏，见识一下更大的世界。围好了围栏后，赛迦把拦着猪舍门上的竹子都拆了，让10几头野猪出来放风。小家伙们适应新环境还是挺快的，已经在地上撒泼打滚了。赛迦到营地附近割了一些嫩草叶投喂给野猪们食用，填他们那已经空荡荡的肚子。而后赛迦就正式的开始给他们准备主食，把芭蕉树心切片后，再用刀把成片的芭蕉树心剁成细渣，然后加入粗糠，把食物均匀的混合搅拌，之后就可以投喂给野猪们食用了。由于猪食槽有点高，几只个头小的小家伙要把2只前蹄迈进食槽中才能吃到食物。当然，这种制作的食物也很受鸡鸭们的欢迎，刚放下都开始埋头苦干吃了起来。赛迦额外也给鸽子撒下一把食物。经过重型机械的挖掘，新农庄已经变得更加整洁空旷。赛迦也把鸡的数量增加了一些，而这正在劈砍的大家又能否看出是甘蔗还是芦苇呢？新的一天来临，赛迦提着一串麻绳要到水塘边砍伐一些粗壮的芦竹带回农庄种植。然而在路边有着不少人家不要且个头较小的柚子，赛迦也是选了一个用刀削去外皮尝尝怎么个事。既然遇到了，那就坐下来细细的品尝一下。等吃完，赛迦开始此次来的主要目的，在水塘旁劈砍着要带回去的芦竹。这种植物的生命力比较顽强，种植时只要砍成小段，直接把一头插入土中就能成活。赛迦把芦竹头上的叶子用刀砍去，而包在根茎表面的外壳也全部剥去，这样拿回去砍成小段就可以直接种植了。用自己带来的麻绳把芦竹绑扎紧，完成了任务，赛迦背着东西返回营地。回到了农庄，赛迦着手开始准备动物们要吃的食物。而此时距离上次赛迦搭建动物们的住处已经过去了不少的时间，农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小慧也抱着一只小家伙返回了农庄，怀里的小家伙立即引起了赛迦的注意，抱过来看看他的面相，动物都是在他小时候最可爱。接着小夫妻俩把猪舍中的猪食槽搬出来，放出野猪，开始给他们喂食。制作的食物在农庄内的所有动物都是非常喜欢吃的。当然，野猪们在经过这段时间的适应，已经完全熟悉了新农庄的环境。经过重型机械的挖掘，赛迦也撤去了铁丝围栏。等喂完猪，小俩口用锄头把鸡笼旁的土给挖出来。由于地处低洼，在平整地面时已经把鸡笼的半个出入口给埋上了。等挖完，小俩口开始劈砍赛迦从水塘旁砍伐回来的芦竹。今天就要把它们给种植上，把砍成小段的芦竹一根根的插在斜坡上松软的土里。种植芦竹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等它们的根系长出来，加固斜坡上的土质，防止雨天所带来的塌方让泥土冲入下方的小溪中。等种完，小俩口在农庄内开垦出种菜的地块，毕竟有着这么大的地方空着也是浪费。随着泥土被翻开，农庄内的鸡群也闻讯而来，找已经翻开的土中有没有自己要吃的虫子。挖好了灌渠，小俩口在地里盖上塑料薄膜给地块保温。那么大家是否知道这是要种什么样的植物呢？之后用专门打孔的工具在塑料膜上开出2排孔洞。当然以后种植的什么植物，现在小编也还是不知道的，要等以后长出来才能告诉大家。新农庄的建设仍在继续，1人多深的鱼塘在做最后的加固，新开垦的地块也种上蔬菜，母猪滚圆的肚子也预示着又将有小野猪降生。而在原农庄种植的玉米也迎来了大丰收。新的一天来临，小夫妻俩来到了自己原农庄种植粮食的斜坡处，旱道也已经挂满了沉甸甸的稻穗，马上就可以收割了。小俩口把新长出来的芭蕉树砍伐掉，让旱道能在土中吸取更多的养分，从而得到快速的生长。然而在另一边种植的玉米已经颗颗金黄饱满，也到了该收取的时候。夫妻俩把玉米的外皮剥去，让果实暴露在外面，先不着急着采摘，就这样让它们在枝干上吸收日月之精华进行晒干，等下次来收取的时候就能直接的进行储存了。当然这次来也还是要带一些回去的，种植了那么多的玉米，一次性也根本收不完。再说农庄内有那么多张嗷嗷待哺的嘴还等着吃呢。小俩口也是采摘了一边枝带的玉米带回去。农庄内种植的芥菜也已经到了可以采摘的时候了，选择性的采摘一些叶片较大的带回去，余下的可以等到下次长大些再来收取。挂满柚子树的丝瓜顺手也采摘一些嫩的带回去，自己辛苦种植的可不能浪费了，留2根已经过分成熟有小腿粗的丝瓜作为下次种植的种子。来一趟老农庄就像是来进货一样，已经长得比人还高的木薯也挖些回去作为自己要吃的食材。
充足的淀粉含量不仅能给身体带来能量，也能用来喂养农庄内的其他动物。至此，小俩口也完成了今天过来进货的任务，就此踏上了回新农庄的路程。然而老农庄离新农庄的路其实也不远，背着食材回到农庄，夫妻俩直接把刚采摘回来的玉米倒在了防雨布上。赛迦也把猪舍中的野猪放了出来，立马开始了喂养工作。营地中除了狗子，所有的动物都围了上来。赛迦用刀把玉米粒削下来喂给鸡鸭们，毕竟整根的玉米它们弄不下来。而野猪们则直接在防雨布上挑选自己中意的玉米吃。今天这餐将是玉米自助餐，管饱。母猪滚圆的肚子预示着已经怀有身孕，再过不久又将迎来新的小家伙。等喂好动物，把剩余的玉米铺在地上进行晒至风干。小慧开始清洗换下来的衣服，赛迦则背上了竹篓到农庄附近采割一些竹笋和新长出来的芭蕉树，给野猪们再喂上食物。洗完衣服的小慧开始煮挖回来的木薯作为两人要吃的食物。赛迦把刚收集回来的食材扔进猪食槽中，让他们享受着只有母猪才能享受到的待遇。可怜的公猪已经被关进了小黑屋，没有了自由。忙完，小俩口也开始了自己的晚餐，坐在四面通风的大床房中吃着软糯且粉嫩的木薯。眨眼时间来到了第二天，前些日子花大价钱用重型机械挖掘新农庄的地基，同时也挖了一个足够大的鱼塘。原本茂密的丛林，经过前段时间的秘密行动，已经开阔的不像话，就像是换了一个地方。今天夫妻俩要把鱼塘四周的坎边都夯实了，防止灌水时出现塌方的问题。赛迦把由于下雨而滚落下来的泥石都铲出塘底。今天要把鱼池的水给蓄上，用竹竿作为水管。赛迦在竹子的每个竹节处开凿出一个个孔洞，小慧则用斧子把里面的竹节全部挖去，制作了几根这样的水管，准备排管引水。在自己住处旁的天然小溪中挖一个蓄水的小池，把第一根水管埋入水池底部，接着用竹筒把水管架起来，由高而低的往鱼池方向摆放。又粗又长的竹筒水管很快就到了鱼池洼，在鱼池边的泥坎上挖出一条埋水管的土沟，再用一根较短的水管直接把水接进鱼池中，把挖出来的土重新回填回去。鱼池顺利地引进了纯天然的山泉水。可要把整个鱼池的水灌满还是需要不少时间的。蹭着现在还能在鱼池中，小夫妻俩给鱼池做最后的修整。等忙完鱼池的活，小两口开始给前几天新开垦铺好塑料薄膜的田地种植蔬菜。如果小编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黄瓜的种子。有认识的老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赛迦在田埂的边上交叉的插入2根早已准备好的竹竿作为植物的攀爬架。等小慧播种完种子，用布条在竹竿交叉的位置绑扎紧。而就在此时，天空却下起了瓢泼大雨，但这也没让小两口停下手上的工作。雨来的突然，走得也快，这场大雨给刚种下去的种子提供了充足的水分。而埋头苦干的夫妻俩也快忙完了绑扎工作。完成之后，两人在农庄的斜坡上收集粗木棍作为围栏的立柱，重新给野猪们架上围栏，分化开动物们的活动空间。把作为立柱的木棍都一根根的放入已经挖好的桩洞中，而后把挖出来的泥土回填回去，把立柱旁的泥土用木棍结实的夯实。等立好立柱后，夫妻俩把上次用过留着的铁丝网摊开，用野生的铁丝进行绑扎。有着趁手的工具，能让捆绑的工作尽快的结束。等围好围栏，把猪舍中的野猪全都放了出来，把放在猪舍中的猪食槽搬出来，给他们喂上些早已准备好的食物。忙碌的一天又到了尾声，赛迦摸着上次生了7只小野猪的母猪即将再次临盆，而这次又将有几只新生命的降生呢？没等来小野猪的降生，老三却提前诞下了4只可爱的小奶狗。到老乡家购买几只成熟的冬瓜用来做种，搭建一个离地小窝给第一次当妈妈的老三。新一天的来临，赛迦把自己居住位置旁的枯枝烂叶清理干净，要在这个地方拉上一面网，分化开自己和动物的活动范围，防止鸡鸭到自己住的位置捣蛋拉屎。用洛阳铲在分界线处刨挖出要立柱的桩洞，把剩余木棍的一头用刀削尖，方便更容易的夯入地底。立完立柱，把上次用过的线网捆绑在作为立柱的木棍上，而后在出口的位置也拉上一层线网，把鸡鸭都控制在这个活动范围内。而接下来就要喂养所有的动物，把猪舍中的野猪都放出来。在猪圈中的泥土已经被野猪们翻了一遍，就像刚耕完地。赛迦把早已准备好的食物投放进猪食槽中，当然就这一小盆是远远不够这么多野猪吃的。在给关在单间中的公猪拿食物去的时候，顺路给鸡鸭也喂上同样的食物，而公猪还得在这单间里住一段时间。赛迦再次的给野猪们制作食物，而在大铁锅旁却已经围满了鸡鸭，不少都伸着脖子在锅中吃了起来。把制作好的食物投喂到猪食槽中，今天喂养动物们的工作也算完成了。赛迦拿着锄头和菜苗准备开垦新的地块。那天小俩口冒雨种植的种子已经发出了绿色的嫩芽，长势良好。赛迦拿着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开始埋头苦干起来，要挖出一条条田垄，把地分化出来，好铺上塑料薄膜进行种植。经过几小时的辛勤耕耘，赛迦把所有的蔬菜苗都种在刚开垦出来的田地中，
而这几天小慧回去照顾家里年迈的父母了。在这农庄内只剩下赛家独自一人奋斗，把切好的玉米粒放在户外进行晒制。而回来时却发现躺在床下的老三已经生下了自己的孩子。赛家扒开母狗查看小狗的数量，一共4只可爱的小奶狗。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4只小家伙的尾巴长短不一呢？有懂的老铁科普一下，评论区留言。原先小编以为那都是后天被截断的，是越南的习俗，原来他天生的也有。赛家给第一次当上妈妈的老三喂上些食物，顺手拿了1只小奶狗撸一撸，而这农庄内又多了4张嗷嗷待哺的嘴。而老二也不知道去哪鬼混了，可能跟小慧走。眨眼时间来到了第2天，赛家背着竹篓要到老乡家购买几只冬瓜用来做煮。刚到老乡家，正巧老嫂子正在晒今年刚收的稻谷。赛家看了一下晒在地上的稻谷，毕竟再过些天自己的旱稻也到了收割的时候。来到了瓜棚下，一只只白色的冬瓜挂满了棚顶，瓜藤都已经开始逐渐枯萎，已经完全成熟。赛家挑了3只冬瓜放进竹篓中，把钱付给老嫂子，也就背上竹篓返回自己的农庄了。回来后把冬瓜从中对半劈开，把当中的籽全部掏出来，这些东西才是买冬瓜的主要目的。把籽平铺在簸箕中，然后放到鸡笼的棚顶上，让它们吸收一些日月之精华，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出嫩芽。接着赛家拿上刀斧，要给老三打造一个离地的小窝，毕竟有了小狗，让他们长时间躺在潮湿的地上还是有些于心不忍的。而这木材在这刚开发的农庄内也多不胜数，赛家用木材先做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出来，并没有把立柱埋进地底，而这也能让小窝可以随时的转移。制作好了框架，再给钉上平整的地板。在经过赛家几小时的不停劳作下，小窝的最终形态也就出来了，一个既避雨又通风的悬空狗窝。赛家在地板上面铺了一块布，把4只小奶狗转移到了新建的小窝当中，而下集农庄又将迎来新生命。鸡笼上的窝中有了2只体型差距较大的鸽子，而鸡笼底下的石洞中还藏着1只独生子女。种植在原农庄的粮食也迎来了大丰收，给自己安排上从我国传过去最为传统的石磨，用来加工粮食。新的一天依旧从喂养农庄内的动物开始，赛家把提前准备好的食物倒进猪食槽中，每头猪的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开始疯狂的抢夺起来。随着时间的过去，几头小野猪身上的条纹已经完全的褪去，外形也跟成年的野猪一样了。等喂完猪，赛家给一旁的鸡鸭和鸽子也喂上食物。每天的喂养使这些动物已经完全不再惧怕赛家的存在。抱起一只鸭掂一掂它的重量，看是否到了可以出售的最佳时机。当然，在共同进食的鸡也逃不过赛家的魔掌。喂完了动物，在营地旁砍几根粗长的竹子，赛家要在猪圈的铁丝网底部绑上一圈，防止野猪们把铁丝网给拱开。按照猪圈的长度把砍回来的竹子给裁断，接着在猪圈的里面把竹子给绑扎紧。可以看到猪圈中的泥土被野猪们拱得像刚用拖拉机翻耕过一样。对于拱东西的理解，野猪们还是挺到位的。赛家给第一次当妈妈的老三喂上今天的营养餐，让他有充足的奶水来喂养4只小家伙。忙完，赛家拿着工具来到鱼塘。由于鱼塘的墙面都是由泥沙堆砌而成，蓄水后非常的容易出现塌陷的情况。赛家进入鱼塘中，把塌陷的位置重新的填充上泥土，然后用脚把填充上去的泥土踩实。在经过81分钟后的填充，赛家把塌陷下来的土都回填了回去。拿上刀背上竹篓，赛家要给野猪们加餐。在经过小溪旁的斜坡处，前几天小俩口插在土中的橡草都长出了翠绿的嫩叶。来到小溪对面竹林，赛家砍伐一些已经有半人高的竹笋笋尖作为野猪们的加餐食物。充足的资源，很快赛家就砍了足够的笋尖带回去，把采摘回来的竹笋带着壳剁成厚厚的薄片，方便野猪们入口。一股脑的全部倒进猪食槽中，野猪们也都闻讯而来，趴进猪食槽中，摇着它们那灵活的猪尾巴，哼哧哼哧的吃了起来。赛家来到鸡笼往里查看母鸡下蛋的情况，而这一看却从鸡笼中掏出来了一把柴刀，这是在鸡鸭大战吗？接着赛家到鸡笼后方给大家介绍一下农庄内的新成员，一大一小2只，差距有那么一点点大的2兄弟。大的这只每天肯定是在吃独食，然而在鸡笼底下的石洞中还藏着1只独生子女，已经开始长羽翼了，要比上面那2兄弟年长几天。之后赛家拿上水壶给加完餐的野猪们冲个凉，作为饲养员每天的服务必须得跟上。第2天一大早，赛家雇了几个老乡在原农庄的旱稻地中收割已经成熟的旱稻，半人多高的稻穗已经颗颗饱满，直接的拦腰斩断，用秸秆捆绑成一小束堆放在一起，方便到时候的收集和运输工作。整整一大片的旱稻收割起来也需要不少时间。赛家背着背篓先到上次已经剥完壳的玉米地，把玉米收回去。农庄内的所有动物都需要用这些玉米来喂养。经过这段时间的风吹日晒，秸秆上的玉米已经完全干透，也能够进行长时间的储存。这次赛家还是采摘了一编织带回去。回到农庄，赛家把袋子中的玉米都倒在防雨布上，摊开继续晒在阳光底下。拿上工具制作一个可以碾碎玉米粒的重型工具。由我国非常著名的工匠之神鲁班发明的石磨成功传到了越南，造福了全世界。赛家要用木材制作一张能放石磨的凳子，
用锯子在4根凳腿上锯出卡槽，用来固定横档。接着用野生的钉子把4根凳腿连接起来，让其能够站立起来。再把早已准备好的木板钉在凳腿的平面上，木板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可以让磨好的石材往下掉。在凳腿的卡槽处安装上横档，加固凳子的牢固度。用鲁班锯把平面上多出来的木板锯掉，就完成了凳子的制作。把石磨放在凳子上，用钉子把4块小木头固定在石磨的四周，防止在磨东西的时候让石磨移动。把另外半块石磨放上，转起来感受一下是否顺畅。等试完，再给石磨安装上自制的木头摇柄。至此，农庄内有了一件加工食材的重器。赛迦拿来了些玉米粒，开始研磨起来。细碎食物将更容易被农庄中的动物们所吸收，以此促进它们的生长速度。鸡群也围了上来，捡拾掉落在地上的玉米渣。忙碌又充实的一天又到尾声，而这又是不是你们心中所想的田园生活呢？